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强烈支持。偏偏也说到做到，切出肝的3/3，加入调料熬夜加班，打字配音大火快炒，好故事不能让你们多等一天。看《人间课堂》下期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上回说到，女警入住小白的高中当校警，恰巧发现阿珍的背影似曾相识。他本想套出阿珍的秘密，没想到半路杀出2个不速之客。白红二人看见阿珍和警察搞到一起，顿时感觉大事不妙，就怕阿珍招供，于是会顺藤摸瓜逮住他俩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情急之下，2人决定兵分2路。小白自从和教导主任battle之后，胆子也大了，他先冲了进去，大声斥责女警没有任何证据，现在把阿珍当犯人审问，就是侵犯人权，并示意阿珍什么都不要说。另一边，小红假装是学生家长，给警局打了投诉电话，以警察过度执法、苛待学生为由，让女警不得不终止问话。班主任蒙圈了，以前的小白2脚提不出来个屁，现在倒成辩论高手了。当晚，小红劝小白解雇阿珍，阿珍已经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再合作下去，他俩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。小白这次难得和小红意见一致，他让胡子叔押阿珍出来，并冷冰冰地通过辩论器命令阿珍卸载狗子 APP。可阿珍根本不可能乖乖听话。于是胡子叔一把夺过手机，替他完成了最后的工作。由于昨晚的一番折腾，在上学，小白就总想观察阿珍的情绪，殊不知阿强也在观察他，心说这傻小子居然敢偷给我女朋友，立马就要收拾小白，还逼问他到底和阿珍啥关系？为什么女警找到阿珍的时候，小白会挺身而出？小白根本没法解释。还好在他挨揍的间隙，阿珍和小红先后赶到了。小红骗阿强说阿珍几天前在施华洛世奇专柜偷东西，正好被路过的小白看见了，所以女警来找阿珍的时候，善良的小白才出面帮忙。阿珍立刻接波下驴，说当时只是想给阿强偷礼物。阿强信以为真，还有点小感动。施华洛世奇可以打钱了。阿珍刚安抚好男友，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小白突然毫无理由的帮忙，莫非是暗恋自己？ 그게 이런 거야. 설명하자면 기니까 집중해서 잘 들어봐. 그러니까 니네 반 찐따인 내가. 当然，刚刚的一番坦白都只发生在小白的幻想中。话到嘴边，他只能告诉阿珍，每个人的人权都很重要，大家都有维护自己隐私的权利。阿珍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他突然发现小白这一套或许真有用，于是他决定带小白去找胡子叔辩论，认为对方不能随便重视他工作的权利。可阿珍哪知道，小白就是胡子叔的老板。这场正反双方只有一个辩手的辩论，压根辩不出个结果。就在阿珍为援交事业发愁时，2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登场了。看过上期内容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，黑道 KTV 的老板和老板娘。这一夜，老板偷翻老板娘的手机，好巧不巧发现了手机里的狗子 APP。老板对现代科技没啥了解，以为用狗头像的就是狗男人。再一看聊天内容，都是些酒店信息，觉得自己妥妥的是被绿了呀，当即就决定要把奸夫大卸8块。可狗子 APP 毕竟只是接单平台，能接到消息的只有小白这个中介。于是老板一路跟着导航，找到了小白的位置。面对突然登场的一群流氓，胡子叔示意2个孩子快跑，他要打10个。可就在胡子叔武力值爆表，干翻了一群小混混，也架不住有人背后偷袭。甩飞了老板，小白赶紧上前帮忙。他一个人顶住铁门，给胡子叔阿珍制造了逃跑的机会，自己却落入了老板的手中。老板一看小白的手机上也有狗头，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发了条信息。果不其然，狗子有反应，身为援交平台的幕后 boss， 小白当场就被视为奸夫。老板恨不得马上给他来一场激情集体秀。还好老板娘正要带人看房，小白才不至于成为神雕大侠。他赶紧和老板解释狗子 APP 的来龙去脉，还说 APP 的运营者叫叔叔，自己在叔叔的手下做兼职，收入相当不错。而老板仿佛获得了新的财富密码，也想跟着叔叔赚钱。小白现在活命要紧，只好答应替老板引荐。 뭘 좀 여쭤보고 싶다고 해서 정숙하라. 네? 紧要关头还得靠小红，她沉着冷静，一通周旋，最后说好小白先辅导老板入门线上服务，等生意做起来，叔叔再从 KTV 的收入中抽成，小白也暂时摆脱了性命之忧。这时，让人把镜头转向阿珍，胡子叔差点死在自己面前，让阿珍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她与阿强见面，向男友坦白了自己是援交女的事实。可阿强既没有愤怒，也没有责怪，只是觉得可惜不能心安理得的吃晚饭了。阿珍对此失望透顶，直接就和阿强分了手。等胡子叔从迷障上醒来，阿珍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，他连忙让阿珍帮他拿手机。可一晚上的功夫，胡子叔的老人机竟然不翼而飞了。原来女警刚刚一直在偷听，所以先阿珍一步拿到了手机。他想尽办法也没解开手机密码。恰巧此时小白打来的电话，眼看身份就要暴露，阿珍及时通过狗的 APP 通风报信，这才让小白顺利过关。这可怎么办？为了联系上胡子叔，小白给胡子叔准备了一部新手机。他悄悄来到医院，想趁胡子叔睡着把手机放下。可阿珍这几天一直在医院照顾胡子叔，小白怕暴露自己，只能先收回手机。阿珍不知道小白心里打着什么算盘，他告诉小白自己现在很想自首，如果胡子叔恢复了身体，要去找老板报仇，那捡回来的这条命又要搭进去。小白一听，如果阿珍自首，警察一定会查到他的头上，所以赶紧劝阿珍现在报警，万一胡子叔的老板报复他怎么办？
阿珍从没见过叔叔，但在他的印象里，叔叔一直是个可怕的人物，就暂时收起了自首的想法。这周小白好不容易劝住了阿珍，小红又背着小白单独联系了老板，他们约在日料店见面。小红想趁此机会解决这个心头大患，他却没想到老板把饭局的时间同步给了小白。小白了解老板有多凶残，他不能坐视小红胡闹，可小红就是不肯接他的电话。小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馊主意。小红没想到小白居然冒险赴约，提前到达了日料店，他只能随机应变，装作服务员确认了包厢内的情况，再到包厢外偷听。这时老板吃饱喝足，开始谈条件了。他要让小白全职做拉皮条的工作，而且为了表达合作的诚意，老板还送了箱补品，让小白带给叔叔。咱们都知道，小白的梦想就是好好念书，考个好大学。要他辍学为老板工作，那简直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小红看不下去小白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于是答应帮他处理这件事，并且带走了那箱补品。当发现补品里都是现金的时候，小红立刻返回学校，把箱子藏在了食堂活动室的沙发里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箱子里还有老板事先藏好的跟踪器。老板一路跟踪小红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小红掳走了。没过多久，小白接到老板的威胁电话，得知小红有可能遇害，小白的精神再也承受不住，已然濒临崩溃。他的阴暗面和老爸互相挖苦，而光明的一面却渴望变成班主任。当然，不管是和老爸还是班主任，不管地狱蟹最后有没有战胜昆虫，以上都是小白做的一场噩梦。而此时的小红悠悠醒来，他迅速判断周围的情况，并马上开始自救。第一步就是扎老板2刀。就在此时，小白也赶到了，他刚刚抢了老板小弟的车，俩人无证驾驶，手忙脚乱，在老板和老板娘的围攻下，还是磕磕绊绊的逃跑了。之后两人为了销毁证据，一把火点燃了破车。随后小白和小红找了家小旅店稍作休整。今晚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过惊心动魄，让两个孩子的心也再度贴近了。而就在他们正要发生点啥的时候，小白操把路过的旧车鸣笛当成警车，当场就吓得浑身僵硬。等回过神来，小白也是哭笑不得。拉皮条、偷窃、伤人、放火，他最近所做的一切都让他与理想背道而驰，越想过得平凡，就越是泥足深陷。同一天晚上，胡子叔带着阿珍来找当兵时的老战友，他拜托战友帮忙找到老板，说啥都要去报仇。而胡子叔为啥热衷于打架呢？也许是因为他当了太久的职业军人，如今身体退伍了，却没有从精神上退伍，所以这么多年他一直靠打架生活。果然第二天一早，阿珍就发现胡子叔不见了。他担心胡子叔报仇不成会被反杀，只好向女警报案，说可能有暴力事件发生。女警虽然知道眼前的女孩有所隐瞒，但还是答应出面调查。而现在满心都是胡子叔的阿珍肯定想不到，阿强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，他一直在寻找阿珍的靠山。因为以他对阿珍的了解，阿珍肯定不敢自己去接客，肯定有人忽悠阿珍，才让女友误入歧途。但找这个幕后黑手宛如大海捞针，阿强只能安排小弟们全面搜查，最终得到的地址正是老板经营的 KTV。阿强眼前一亮，立刻召集了一帮小弟，要去对阿珍出口恶气。大哥，要不是你花销这么大，阿珍也不至于沦落到卖身赚钱。你现在打自己一顿，才是真的替阿珍出气。就在阿强赶往 KTV 的时候，小红也全副武装的赶到了。他为啥来呢？原来之前老板为了支持小白干活，特地给小白安排了一部专属手机。这次小红本想把手机替换掉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出手还是太冲动了。就在老板想教训小红的时候，阿强带着小弟们正好赶到 KTV 楼下。小红急急逃走，老板莫名其妙被一堆小屁孩找上门，也不多废话，直接安排了自己的小弟迎战。这还来找茬，也不敢硬碰硬，勾搭了胡子叔上天台1v1。而胡子叔临走前，小白也终于忍不住和他相认了。而胡子叔却让的最后一句话，他和老板在天台同归于尽。很难想象，都2020了，还会有这么惨烈的死亡。不过这也符合胡子叔。由于胡子叔身份成谜，女警只能不断审问阿强为什么要去 KTV 打架。阿强和胡子叔素不相识，却在现场捡到一顶熟悉的鸭舌帽，那是阿珍本来打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后来阿珍把帽子给了谁，阿强不得而知。虽然我们都清楚帽子就是小白落下的，但阿强就只能通过帽子认定这是阿珍援交的人和 KTV 脱不了干系。所以为了继续寻找幕后黑手，阿强还是说出他是因为阿珍而来。提到阿珍的名字，女警也很惊讶，但她瞬间明白了阿珍报案的原因。可惜她没能实现阿珍的嘱托，最后只能给阿珍带来她最害怕听到的消息：胡子叔还是走了。另一头，小白担心胡子叔的安危，不停地刷新社会新闻，想知道胡子叔的死活。小红却一心还惦记着援交生意，让小白赶紧计算一下最近的损失。小白没想到小红这么疯，都这时候了还想着赚钱，他大吼着劝小红回家，当大小姐难道不香吗？小红没有办法，只能告诉小白，她根本不是外人眼中的大小姐，母亲的强势让她几乎活不下去。看着一直强势的小红露出脆弱的一面，小白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，只能让小红如果想继续拉皮条，那就自己单干。很快又到了南欧的周一，由于学生打架斗殴影响恶劣，学校里也是一片低气压。阿珍因为援交女的身份曝光，在学校的角色瞬间转换，从欺负人的小太妹变成了被霸凌的小可怜。小白虽然有心替阿珍解围，可阿珍却并不领情，因为他到现在都忍不住责怪小白。如果小白之前没阻止他报警，那现在胡子叔就算进监狱，也至少能保住一条命。胡子叔的死对小白来说也是无比沉重的打击，在巨大的冲击下，小白再次产生了幻觉。在幻觉中，他正在掩埋阿珍的尸体，而班主任则坐在高处提醒小白别在乎学业了，看看你埋的人还是阿珍吗？
就在小白快要在幻觉中窒息的时候，小红约小白去江边见面，并告诉小白他就要去澳洲了，还想带着小白一起去到澳洲，他们就可以放下过去，像普通高中生那样生活。但小白心中牵绊太多，只能拒绝小红的好意。小红无奈之下，只能提醒小白接着检查社团活动室的沙发。与此同时，女警越想越不对，总觉得这案件还有隐情。上次却让他别想那些有的没的，明天赶紧把 KTV 里援交女的手机还了，再去学校回访学生。而加班加了整晚的女警迷迷糊糊带着一箱子手机先去了学校，可却有一部手机响起了狗子的提示音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这不是小白的狗子，而是老板的狗子。当初为了见到叔叔本尊，老板曾送给小红一箱的现金，他箱子里的跟踪器居然到现在还有电。而就在女警四处寻找跟踪器的时候，小白听了小红的话，在沙发里找到了这一大笔现金。可他还没想好如何处理，班主任就出现了。小白只得把箱子赶紧塞回沙发里。班主任是小白目前唯一能依靠的人，事情走到今天，已经远远超出小白的预想范围。他很想把心里的秘密一股脑的说出来，可却被上课铃声打断了。也就是在小白上课期间，女警找到了沙发的秘密，这一大笔钱来路不明，女警只能带走班主任调查。与此同时，阿强找到阿珍，他马上就要因为暴力事件转学，还妄想阿珍会因此感动。可阿珍已经不是过去的阿珍了，他完全不想理阿强，并表示自己从没在 KTV 上过班。阿强却无法接受，他拿出那顶鸭舌帽，问阿珍原本要送他的礼物为啥会出现在 KTV。看到帽子，阿珍突然想通了，这顶帽子他随手给了小白，又被阿强在 KTV 捡到，这就说明胡子叔出事那天小白也在 KTV， 所以阿珍一定要弄清楚小白那天在那里干什么。可此时的小白正在投案自首和远走高飞之间徘徊，反正小红也要出国了，他仅剩一点后顾之忧，就只有他的宠物寄居蟹。上一只寄居蟹被老爸踩死不久，小红就送了他这只新的，这只寄居蟹代表着小红的心意，所以不论如何，小白也得对他负责。阿珍找到小白，拿出了帽子，质问他当天为什么会在现场。小白一下就被问懵了，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，只能哭着向阿珍道歉，也承认自己就是叔叔。他做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想和同学们一样好好上学。阿珍可不管小白的眼泪，他又问小红是不是小白的同伙。小白听得更害怕了，只说小红只是觉得好玩，狗子 APP 从投入使用到现在都是他一手操控的，小红是无辜的。阿珍的目的达成，就打算要小白离开。其实他刚刚录下了小白的话，现在只想报警送他们这些坏人进监狱。可他也是心急，还没走出2步，就想听录音回放，刚好被身后的小白发现。小白求阿珍能放过小红一马，自己会去警局自首。阿珍根本听不进去，小白见劝说不成，只能出抢。两人争执不下，小白一个失手，再次酿成了大祸。看着倒在血泊中濒死的阿珍，小白善良的秉性荡然无存。他拿起阿珍的手机，连寄居蟹也不顾了，立刻回家收拾行李准备跑路。可他每次想离开，总有人要阻拦他离去的脚步。阿强夺门而入，因为他刚刚重回 KTV， 想弄清楚阿珍到底是不是在那里工作，并从老板娘那里得知了小白干的事儿。阿强没想到，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小白居然会干这种买卖，所以他直接找上门来，还想叫阿珍一起来当面对质。可阿强不知道，现在的阿珍接不了电话了。别看小白下手挺狠，但阿强不愧是校霸，他很快反应过来，随手抄起一把剪子就开始猛戳小白。小红扶着半残的小白，想带他一起离开，可小白却不想再拖累小红，他们都放不下对方。但事已至此，聪明如小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小白，一个老师眼里的优等生，同学眼中的窝囊废，一个只想过寻常人生的孩子，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错，最终走向了穷途末路。不过万幸的是，阿珍并没死。班主任结束完调查，立刻赶到阿珍出事的地方。而人间课堂的最后一个镜头，出现了某个人给寄居蟹喂食的手，故事也戛然而止。人间课堂看到这里，我相信许多观众都和我一样唏嘘不已，感慨韩国的青春疼痛题材未免也太疼了些。但略显开放的结局还是给了我们一点遐想的空间。目前对结局主要有2种猜测，一种情况是小白还是在小红的帮助下逃走了，最后出现了那只手别着小白的手；另一种情况是班主任赶来带走了小白，因为小白曾想过向班主任坦白一切，班主任也提过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小白收拾烂摊子。而班主任出现在阿珍受伤的现场，说不定也看到了小白不要交给阿珍照顾的寄居蟹，所以班主任最后很可能说到做到，给寄居蟹喂食的手也可能是他的。同意第一种结局的扣1，同意第2种结局的扣2，都不同意的请把这次一定打在公屏上。不过如果让我做一个假设，我更希望小白能治好伤活下去，并和小红一起为所犯的错承担罪责，最后过上他所希望的平凡的人生。人间课堂这部剧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做成视频，因为它的故事太过阴暗，颠覆了我对青春犯罪题材的想象。人间课堂更像是给观看这部剧的大人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，尤其2个孩子面对重重危机时，我更是感到成人的失职。班主任关心学生吗？关心。女警在认真破案吗？认真。
但家长的失职是其他大人无法弥补的。虽然小白属于极个别案例，可是当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时，他或她该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像人间课堂片头提示所说的那样，寻找正规途径的帮助。如果你是比较成熟的大人，看到误入歧途的孩子，希望你能像片尾建议的那样，给予迷茫的孩子一点温暖和安慰。人间这堂课并不只有孩子们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要研究的课题。所以如果你还想继续上课，就快来一键3连吧！偏偏在社会这所大学闯荡也有10年了，还有好多精彩故事没说。这次3连入股，保你下期同样精彩。拜了个拜。